明义，昨夜你说你冷，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床被子。哎，司徒仙君在啊，有客人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这是让我招待不周啊。既然人都来了，咱们请仙君吃个饭吧。姐姐，他怎么会在这儿？他是来……我当然是来陪我家夫人啊，怎么了？季伯才，姐姐还没用饭吧？茶寮上了几道新菜，我请姐姐去试试。怎么能让你请呢？司徒仙君是客人，当然让姐夫来请了啊。姐姐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我意思是，你俩去吃吧。好巧啊，你也来这里吃饭，那一起吧。这是新菜，比老的好吃，姐姐尝尝。这里只能坐得下2个人。那你还留在这儿，不碍眼吗？来，这是你爱吃的。还是尝尝这个吧。没有试过的总是更好。那我试试。真难吃。行，你俩慢慢吃，别浪费啊！我先走了。那个零食管他们啊。哎，好嘞。哎，有劳司徒仙君会账了，但我得提醒你，你很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你若是再执意接近我的妻子明义，给她带来祸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此话何意？老板，打包。哎，好嘞。
行了。怎么样了？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没眼看，没眼看呢。我没事。你这伤没好呢。你不会没看够吧？带我回乌龟海疗伤。你看我干什么？要送你送，我可不送啊！又哪疼啊？这是做什么呢？检查伤口。啊！谋害亲夫啊你！贤君，你说话注意点啊！我们之间最开始就是假的，到现在更不是这种关系了。那你去医院时尚瞧一瞧，看一看，那里是不是还有你跟我的名字？可那是假名字。是啊，但那可是我付了真代价刻上去的。我既然知道了黄粱梦的药方，就算大家都说丁乌木星已绝迹6境，但我也不会坐以待毙，还是要去找他。黄粱梦被我当着你的面毁掉了，你就不恨我吗？那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怎么做都是应该的。是啊。所以我已经很妥善的处置了。你刚刚不好受吧？方才都没能进祖宅见婆仙子最后一面，婆仙子那番话……师父，对不起，我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他选择将衣襟给你，定有他的缘由。至于他到底瞒了我什么，我也自会查清。怎么伤口又疼了？怎么？我饿了，陪我去吃饭吧。金国仔，你是什么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吗？吃饭都要人陪？我可是因为你受的伤。你慢点，那你好歹换件干净衣服啊！换。行了，这儿没人。你来干什么？我要去品茶会，找到明星给我下毒的证据。若是等我夫君给他办过正式的太子收封大典之后，一切都来不及了。在寿华判宫，你暴露的风险太大，我不慎懂朱漆，都能发觉涅槃与于今相似之处。那
我有病啊！我给谁都造一把跟于静相似的法器。我出气的本事，你也就见识了一二。我造的那些东西远超你们想象，所以不用担心，不会有人发现我是谁的。好啊，那你既然敢来寿华盼宫，你的灵脉可好了？有劳季仙君挂心了。许是神明垂佑。哦，也是多亏了司徒仙君给我炼的灵药，否则我也不成了。司徒仙君？司徒岭？司徒岭还有我师傅也给我渡了大半灵力，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解了毒还是暂时恢复，总之不反噬了，性命暂时没有问题。他怎么救的你呢？用心头血，用他的寿元换了我的，这件事实在是我欠他的。怎么了？很好。是，我也欠季仙君您的。虽然黄粱梦药方始终没派上用场，但若非季仙君相助，我早就死在那寻药方的路上了。多谢季仙君，我先回去了。主上真的把黄粱梦给了明义？你是在跟我拍桌子吗？拍桌子重要吗？重要的是黄粱梦给了他，你怎么办？你就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你难道忘了你的离恨天根本就没有根治吗？当年因为缺乏药引，博仙子只能用博士秘法，结合黄粱梦的其他药材，压制了主上体内的离恨天，但随时也会有复发的风险。后来，博仙子炼成了完整的黄粱梦，留给了你。现在你却将它给了明义，万一将来离恨天真的复发，你该如何应对？不休，我心里有数。是吗？那为何我感应到你用灵力幻化的灵系经也封闭了？主上不会是用大量的灵力直接炼化了黄粱梦吧？将黄粱梦种于人身需消耗大量的灵力，且种的过程也如脱了层皮一般。现在主上为了让明义能直接服下黄粱梦，所以主上真的这么做。
但是，你这么做，他一定会恨你的。我知道，那就让他恨吧。做错事的人，总得自己承担后果。这黄粱一梦，终是要结束了。你和所有人都一样，只是为了黄粱梦。是。从头到尾，你一直都在骗我。是。只是为了黄粱梦。是。明一，你真的没有心。事到如今，无话可说。黄粱梦，走。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只剩下一缕神识了。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这儿？信不是断了吗？
是张台让我来的。下次不会再麻烦你了。即便是受了移花法的反噬，你身体也不可能虚弱至此。你怎么了？没什么，就算有，也跟你没有关系了。的确跟我没关系。我来是想要问你，新柳的证词中，穆七百提到过的名册，是不是被你抹去了？我要是有那本名册，那我就有证据，知道瑶光山究竟是谁从穆七百手里拿到离恨天，我就该杀回去，把用离恨天给明宪下毒的王八蛋揪出来，而不是在这里。明宪中了离恨天，原来这才是你找黄粱梦的理由，并不是为了瑶光山。同时拥有黄粱梦跟离恨天，确实能让人生出灵脉，突破修为。这么一来，我也能让瑶光山成功赢得青云大会。听起来确实诱人，可仙君放心，我还不至于无耻到这种地步。那你为何不早点回去？回瑶光山吗？黄粱梦都毁了，我回去能有什么用？看着明宪被离恨天折磨而死吗？他那么骄傲的人，怎么可能让人看到他现在这副狼狈之相？你没一句实话。你瞧清楚了，这件法器冠绝6境，是我此生最得意的手笔。你少胡说八道了。明一，你我之间真的还隔着明线吗？就算不隔着明线，也隔了太多乱七八糟的。我没事。但明宪呢？他中了离恨天，断个灵脉就废了。也不管你的死活，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他不是，行了吧？你这又是在做什么？托管闲事。我好多了。明宪那个铁扇法器叫于禁，可惜他已经被我给毁了。于禁是明宪最重要的法器，你知道他能在危急时刻对付多少妖兽？我们是怎么出来的？多亏了大人冲破出口，费了好大劲才出来的。小彩，
你居然有灵脉！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要是有那本名册，那我就有证据，把让林恨天给明宪下毒的王八蛋揪出来，而不是在这里。明宪中了离恨天，怪不得青云大会上明宪的灵力明显弱了很多。我没事。明义的症状，即便是受了异化法的反噬，你身体也不可能虚弱至此。和我当时中离恨天的症状一模一样，明明他才是中了离恨天的。我就是明宪的未婚妻。那明宪呢？他中了离恨天，断个灵脉就废了，也不管你的死活，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他不是，行了吧？难道？穆奇白喜种花木，但在他的院中只有那一棵树有长成之势，倒像是吸干了别的树，供养给自己。我在后照记忆中看到的，应该是那棵树，想必是从庭院延伸到了地下的密室。它的根底看起来更像是个魔体。若是它能吸干别的树，或许也能吸食生灵元神。我在书中看过一种来自莽福灵长的古老秘术，可以把元神从人身上剥离，寄养到参天巨木上，成为石灵树。这树周围都是血腥气，石灵树可以保元神存活，直至有人使用它们。这难道就是星柳说的豢养妖兽的特殊法门？妖兽最好的滋养，就是生灵元神。100年前妖兽祸乱，所经之处人尽视之，就连豢养他们的灵脉女仙都被他们吞噬了。这穆七百若是把这些妖兽集结成军，后果不堪设想。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赶紧上报极星神君吧。神君已被穆七百控制，常年昏睡不起，与傀儡无异。那告知其余武将。这些上位者不过是一丘之貉，若让他们知道有妖兽军的存在，恐怕只想占为己有，利用此力量主宰六境。并非所有上位者都受权柄奴役，总有人会为了六境其他生灵考虑的。我们应该尽量联合起所有人。联合？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的力量势单力孤，那些妖兽军太厉害了，以我们的力量一旦无法阻止穆七百，六境会遭遇什么？你说下境供养7年，在瑶光宫那样的地方安稳长大，自然会相信六境中还有正义之士。若是你在尘渊活过1日，便会明白，什么才是人性的贪婪和恶念。若是妖兽军公开，轮不到穆七百作乱，六境都会为了此力量陷入混乱，你们瑶光山也不例外。你没有因为出身沾沾自喜，已是难能可贵了。原来出身上级，这样就是难能可贵了。天机已写下手书，
即日起集训结束，不用再驻寿华盘宫了。你们先回去吧，别再让这只丛兽在我这儿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们出发吧。季仙君，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意了，你赶紧把他送出门，我们好去灵溪井啊！怎么，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君？那你可以同我一起。我不放心什么？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青叶风寒，季仙君此行危险，切以自身为重。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我的意思是，妖兽君这样的力量，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眼下除了我自己，我只信任季仙君。唉，送走一个，家里还有一个。哎呀，荀婆婆，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你吃点猪心膏，我呢，我就在这里坐着，我哪儿都不去。你盯着我，你尝尝嘛。才不会吃。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主上能放过你，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老身还想再问一句，我和明宪有婚约。婚约？你和明宪？嗯，你是要荒山的探子？嗯，不对不对，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他能留下你，说明你不会害他。那你怎么会在吉星渊？你还在花月夜？我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确实是算他害的。一代战神，竟如此下作！我跟你说啊，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他当初能救我，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可你确实不该瞒他。那确实有点过分了。我跟你说，徐婆婆啊，徐婆婆。哎，明义，
我曾在书中见过陈元描述，恰如此景。季伯仔打造的灵犀井与陈元这般相像，他已不是最求之身，却还是被困在这里。黄粱梦就在这儿。黄粱梦。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Like
fac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然后我就只想着怎么摆脱他了。我以为只要我将他送走，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根本就没有管他的死活。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七伯子，穆七白，他用来滋养妖兽君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和我一起被抓去沉渊的，多的是老弱妇孺，甚至还有年纪比我更小的人，他们都没有机会，他们也都是无辜的。却被硬生生的扣上了醉酒烙印，然后还要成为妖兽君的饲料。如果我没有揭发穆七白，他们和若水是不是就可以活下来了？可他们都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是我累了他们。你不能把他们的死归结在你身上，这不是你的错。黄粱梦，我找到了，但他下了道血印，我拿不到。血印，那应该只有他能解除。看来季伯仔还是对你有所防备，那咱们……明夜，你怎么哭了？而且，我原本以为我在发现黄粱梦的踪迹的时候，我应该很开心。我应该想哇，幸好他在这里。但其实，不说这些了。而且，现在有个最重要的事情，要消灭妖兽君，对付穆七百，对吗？那你怎么办？我们可以先把黄粱梦给偷过来，先把你的毒解了，这样我们胜算才更大，不是吗？
而且，如果是你的话，一个活着的坏人和一个死去的好人，你选哪个？明一，我一直都只想让你做一个老不死的好人。什么老不死的好人，你还老不死的好猫呢？等你牙都掉光了，小鱼干都吃不了了。就问你，跟不跟？想清楚啦？啊，这就答应我了啊！不出10日，妖兽军将成。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人都以为司判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无人涉足。穆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但因药方缺失，只炼出了离恨天。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这瘴气萦绕，除了适合炼药，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将孤儿寡母、老弱残障抓入陈渊，死了就是死了，无人替他们伸冤。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用起来最为趁手。明一，你说过，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进行炼化。告诉我，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要行此术，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以自身做化妖鼎。这事交给我，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不能有差错。我既答应过仙君，我自愿做这化妖鼎。你都说了，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才有可能成功。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你灵力有限，即便你身有灵脉，也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这样，更应该我去做这化妖鼎，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只要仙君一出事，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若是你也折损了，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只是做化妖鼎，怎么可能折损于我？可是你……就这么定了。以身做化妖鼎，一共3个步骤，越往后越凶险。第一步，修炼灵力，固化自身丹元。第2步，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
第3步，以自身为顶，与妖元共生，将之炼化。此时为第1阶段，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身体虚弱，切记绝不可出无归海。这波仔真要自己做花妖鼎啊？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但对我只字未提。说信不过，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哎，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他得先通过第1关。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眼下先做这些吧。还是先不打扰他休息吧。要找我？哦，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想到你刚刚固化了丹元，肯定有些虚乏，所以就熬了碗药。但我想想还是算了，仙君不是……不是，你这好意，我到底能不能领到啊？仙君不是说不吃外面东西吗？还在说这个？如果是换做别人，他多半会怀疑这仙子本是要下毒，结果忽然心软，改变了主意。现下不过是编个说法，哄骗罢了。那正好，你呀，还是别喝了。是时候开启第2步了，需用传送法阵，将丹元送抵沉渊，彻底吸空妖兽元神。但此步会暴露施术者气息，请务必以最快速度将丹元传回，否则功亏一篑。以无身作祭，引浩然正气。万千妖邪，阵风。你现在不够清醒。好些了吗？你从头到尾都只是为了黄粱梦，是不是？原来你一直在骗我。我害怕面对你，更害怕面对我自己。你根本不知道
我真正想藏起来的心魔是什么？云衣，你看着我，你是因为中了勾魂摄魄术才会变成这样的。你忍一忍就好了，很快就过去了。云衣，你对我可曾有过半分真心？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你说什么？我对你何止半分真心？当初我们过鹊桥界的时候，你可用了法术？没有，从来都没有。来人若是有情人，情桥自会相连，请上桥。此处是六境有情者成婚之所，有神明庇佑，六境皆不可干涉。有情人入有情界，七重天的冤鸟会衔乎而来，你们便可刻名，厮守一生。我们没有情谊，冤鸟不会来了，直接刻名吧。这就奇怪了，若你们无情，绝不可能通过鹊桥界。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我心里就是有你，我心里就是有你。齐博才，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在意你。云衣，你看清楚，在你眼前的是我，也只能是我。大人醒了，来，这是我跟荀婆婆一起给你煎的药。我们是怎么出来的？多亏了大人冲破出口，费了好大劲才出来的。吉星院的将军死在了我们的婚宴上，司派堂的人总该来过问了吧？是，多亏了大人，张台才得救了。他完全恢复之后，就跟着司徒仙君去了司派堂，控诉勋明一直在四处各地掳掠仙子，摄入元神。后来寒风君到场，说是勋明在他面前畏罪自戕，司盘堂秉公褫夺了勋明的将军身份，彻底定为罪囚。
终归还是死在了穆七百手里。你早就知道了，我是在为谁报仇，是不是？是，你当初让若水当众咬出自己的生父后诏，不就也没打算把自己藏到最后吗？我在你身边那么久，又不是傻的。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恐怕穆七百早就知道了，你想要审判那些害了薄仙子的人。我又不是司判堂的人，谈何审判？你本可以痛快把他们都杀了，但是你却费尽心思搜罗那些铁证，一定要把他们定成罪囚不可。不就是心里觉得他们根本不配清白去死吗？所以是你提醒了张太，到了司判堂后，该如何控诉殉命？是，他们残害无辜，把那些寻常仙君掳去沉渊，受尽苦楚，本就该罚。这说到底，他们才是真正的罪囚。话说，幻境坍塌的时候，你明明可以撇下我走的，为何又回来救我？谁知道呢？你笑什么？我救你难道还需要理由吗？我本就良善，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连明仙那把破扇子，我还想好好保存还给他呢。他怎么说也算是我的死敌吧。当初与明线对上，是大人与天机公主对赌，非赢不可。那照大人这么说，你磊落良善，那当初就没想动点手脚，例如给明仙下毒？你就是这么想我的？我为何要给他下毒？要赢，我正面赢他就好了。若输，死在他手里也没什么不光彩的。知道了。大人是磊落之人，我猜，即便是明线，也会很高兴有大人这样的对手。那些有幸与大人交手的人，想必也是他们此生最酣畅淋漓的一仗。因为大人不是对手，是小人，是知己。大人不相信任何人吧？凡经外人之手的东西，大人都不会入口。如今，既然有人愿意相信你，不知大人可否多信我们一点？我信你。司徒仙君，改日再来吧。季仙君和明义仙子已经就寝了。
有人来了。新婚之夜，难道要让夜探乌龟海的人瞧见？我们正在密谋正事。大人一个浪荡子，洞房花烛夜，不专注灵修，难道想着下一个拿谁祭天啊？大人离开花月夜那么久，会不会忘了怎么演戏啊？你猜到了？猜到什么？猜到大人根本不是风流之人，还是……大人根本就不……明义。总得让来的人看得更清楚些吧。你耍我？你定力这么差，怎么演啊？你真有啊你！有坏了你负责。这哪还有人啊？没走。根本就没有人。谁说没有人？你不是演得很投入吗？继续啊！大人第一次把我带回乌龟海的时候，就是像这样耍我的吧？第一夜那场火，也是大人动的手脚吧？还有，如果第二天早上我不拒绝大人，是不是就……是啊，当时我就在想，随便编个什么，妆容过重，衣品太差，或者说气味太香了。明义，如果我说我对你……大人怎么突然想起带我来浣纱集市啊？既然是成婚，也该有个成婚的样子，得给你置办些礼物才行。哎，您看看吧。全都包起来。不用吧？用，全部。哎，好。上好的脂粉，仙子看看。哇，我之前没见过脂粉是这么做的呀。
哎呀，也用不着。所有颜色都拿一份。好，没必要吧？有必要啊。这新鲜的花，慢走啊！各式各样的花。哎，两位，有没有看一看呢？都要了。没必要吧？没必要吧？哎，有必要，有必要。明义仙子对吧？明义仙子出身花月夜，现在家与斗着，季仙君还这般疼你，带着你将浣纱集市的东西都买了个遍呢。你们神仙眷侣的故事可都传遍了。你看，我们都供奉了你的画像，期盼也得一个这样的如意郎君。哪有？怎么了？不够啊？再买点。哎呀，大人，你是因为利用我成亲做戏，所以心存愧疚，最近才对我这么好。我待你好，难道只是因为愧疚？哎呀，大人是第一次跟仙子约会吧？这帮我拎东西都不知道。哎，啊，抱歉啊。是时候借你的手给我整点小法器了。哎，我刚才突然想到，我们买了这个小荷包，你说那么多东西，若是我们用灵力一个套一个，把东西都装进去，不就不用手拎了吗？应该可行。试试。太厉害了，大人！这袋中有乾坤，那就叫乾坤袋吧。我看看啊，东西真在。一个簪子，小心！一把匕首。哎，你说这个簪子跟匕首，它能不能合二为一？就平时呢，我就把它当个簪子带着，那出了事呢，就可以把它化作匕首，防身用。你是觉得我保护不了你？不是，你是说，要是你不在的时候，那我一个人碰到危险怎么办呢？你帮帮我，我真的想要一个，你给我变一个。好。太厉害了，大人！谢谢。叫他刺激3把，我平时都带着。那个大人再给我变一个，我还想看。来，再来一个。没必要吧？我真的想看，你给我变一个。不变。乾坤袋、刺激簪，我从小就能做。我现在还得哄着你帮我做，才能名正言顺用这些法器。变了这么多呀！大人厉害啊，把葱油饼都能做成法器。此物为饼盾，坚不可摧。这个我就不用了，谢谢大人。哎。我想好了，以后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一起查清，一起面对。若是你愿意，这场婚礼有朝一日，它也可以成真。什么意思啊？我还有事，先走了。等，二七，我一会儿要去看看张。有空山。啊！明仙，你跟季伯仔成婚是怎么回事？你来这儿找明宪？明宪怎么可能会在我房间呢？你不是明宪？老师傅，你瞧清楚了，我是女仙，怎么可能会是明宪嘛？你不是明宪，我是明宪呢啊！你是男是女，我还不清楚啊！你怎么这么多年来，不就是凭着一个什么破无相秘法来遮掩你的女身的吗？你当我不知道啊？啊！你说不打我头的，不打你头，我打的就是你的头！你给我站住！啊！你倒好，一段时间不见，竟敢不认我这个师傅了！叫你不认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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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师傅！这个臭小子，我打！别打！没打你，你喊什么？跪好！原来师傅都知道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我等于是你老子，不是傻子。说正事儿啊，上个月呀，明心不知道怎么搞的，弄了一身伤回到了瑶光山。他手里呀拿着你做的追击镜，非说你跑到敌境来了。孟夫人呢又吹枕边风，现在连神君呐都怀疑你已经叛逃了。不过还好，神君呢不想大张旗鼓的来追拿你，免得真把你逼向深渊。夫君宁愿相信明心，都不愿相信我。瑶光山不能没有太子，你一走，神君要做出选择呀。一个失踪的、输了比赛的儿子，确实更适合做妻子。神君也有他的难处。你个臭小子，你知不知道师父我有多担心你呀？啊，害得我不得不借口装病，从斗者团脱身出来找你。哎，这一路上我还料理了不少明星的追兵呢，他们想追踪我，门儿都没有。不过我一来吉星渊，就听说季伯仔成婚了，我把眼睛搓红了，也没想到啊，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跟这个季伯仔成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能不说吗？那个季伯仔，他的黄粱梦，我怀疑就在他的灵犀井里。但是我想要进入这灵犀井呢，就必须跟他互通神识。那我就想到了办法，跟他成婚，跟他结下心印这场啊！你个臭小子，嘿嘿嘿嘿，也亏你想得出来。
嘿嘿嘿，从小就古灵精怪，想的法子也总是剑走偏锋。你还记得吧？我们瑶光山鄙夷法器，但是你的想法又与众不同。为了教你呀，师傅我学的那叫一个辛苦啊！还要你自己练功，总能想出一些奇招怪招来，这师傅都佩服你。偷黄粱梦，也就你能想得出来，用假成婚这一招。哎，怎么样？现在能拿到东西了吧？啊，东西啊？啊？这季伯仔他心机重，虽然愿意与我成婚吧，但却不愿跟我结下心印，所以我进不去灵犀境。什么？师傅年纪有点大了，你说话大声点。什么时候进这个灵犀境？季伯仔疑心重，虽然跟他成婚，但是没有结下心印，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哎，你踢我干嘛呀？你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你！哎，用灵脉没有？掌心的离恨花瓣还有多少啊？师傅，你都用了5，不是，还是5/4，5瓣未掉呢。啊，2次也不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弟呀你！哎，佘师傅您放心吧，明义从小就没输过，他肯定能够拿到黄粱梦，修复灵脉，对，找回场子，肯定。我才不管这些呢！明义呀，我就想让你好好的活着，哪怕天下人都死绝了，你也得给我好好的活着，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明白吗？路过，给你带了些葱油饼。放了，他要去看章台。来人若是有情人，琴桥自会相连，请上桥。他们真的通过了蒙云潭的结界？怎么会？禁止外人擅入有情界，退下。少群。叔父应该清楚，这道结界，除非是有情人，否则进不去的。
他们应该已经过了鹊桥界，进入蒙渊潭深处。如果我不是名医，后果会怎么样？有形界只能接纳真情，若有作假，会受天罚，轻则元神破碎，重则灰飞烟灭。你不要命了？你阻止我，是怕我知道真相后想要杀了你吗？不管你是谁，都如你所愿了。如今我们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证明不了你的身份，我亦有麻烦。没有人能阻碍我想做的事，你也一样。错了，错了！果然，咱们吉星渊的婚事呢，按制，有情人先寻找吉日和福地，然后向星辉许愿，长相厮守。若是辉灵洒下星雨呢，那便是再幸运不过的了。接着呢，在鸳鸟的见证下，在姻缘石上刻上姓名。
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滴打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自由。爱一旦拥有，平安与罪放手。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燃这一身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命运从来没有错，海洋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他都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还不放弃，累了，算了，让他磕吧。七不在，七不在，七不在。恭喜二位缔结良缘，结定心印，共通神识。走，我们先出去。自出深渊后，我第一次想要去相信一个人。多可笑啊！从始至终，你都是在骗人。直到今日，我绝不可能再丢下你了。你如愿以偿了，你很得意是不是？你看着我，每天被你骗得团团转，你很开心是不是？不是，在你眼中，我到底有多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记不在我。够了！不管你想要的是什么，这场仪式我不给你了，我不欠你的。记不在，其实我只是。明义，如果我觉得痛，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记不在。圣古神石的范式，你这点微末道行，又能做什么？你这样下去，元神受损，我不能不管。
你竟然有灵脉，你到底还隐瞒了我什么？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确实来自瑶光山，和明星有关。我就是明宪的未婚妻。抱歉，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哼，原来与我缔结婚姻的妻子是明宪的未婚妻啊！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你先把27还给我，我证明给你看。他在木齐白那儿受了很重的伤，若不及时治疗，他就没命了。我求你。而且，好了好了，没事了。明宪的从寿之所以跟我有感应，是因为我跟明宪从小相依相伴，如同一胎双生，亲密无间。所以明宪的从寿能为我所用，与我连接。而且，你从一开始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青云大会上，明宪输给了你，是因为他遭到了旁人的暗算，才会失利。瑶光山内部兄弟之间互相倾轧，明宪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明星，他污蔑明宪叛境，随后明宪就不知所踪。我怀疑吉星渊有人勾结瑶光山内部，暗害明宪。现在看来，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穆七百。我为了活下去，也为了复仇，所以只能隐藏灵脉，离开瑶光山。后来就进了花月夜，想办法接近你。诚然，我的心思并不单纯，但是我跟你的立场是一致的。我怀疑穆启白有问题，我想从他身上下手，查到底是谁在瑶光山害了明宪。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没有伤害过你，我跟你一样想要对付穆启白。哼，我听明白了，你想要继续留在乌龟海对付穆启白？是的。哼，哎，好啊，那让我来猜猜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穆启柏与瑶光山脱不了干系？若我留下你，让你做我的帮手，或许能尽快找到穆启柏的背后之人。还是你想说，在别人眼中，你我已是一体同心？若是我将你杀了，你贸然失踪，反而会遭到怀疑，困住了我的手脚。所以不如将你留下来，给我做掩护。我也可以继续调查妖兽，对吗？看来季仙君心里也清楚，留下我是个很好的选择。林毅，比起杀了穆启柏，
我现在更想杀了你。季贤君，很抱歉我骗了你，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妖兽君跟穆奇柏。季贤君。 还要再装下去吗？我没有，我只是，我的灵脉不是用引魂钉藏住的，是用了别的办法，所以是才消耗过度。何必再装出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你即便是死，与我何干？而且，你没事吧？公主召见我夫妻二人，不知何事啊？先前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本公主总要过问的。不知公主还想知道什么？穆奇柏设计名义，我夫人就是为了褫夺我的斗者身份，这不是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吗？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当然有，比如说，你是何时养了明宪的从手？季伯子，你我二人同盟，但你有太多事都瞒着我了。公主挂心了，韩风君一直想对我夫君下手，在乌龟海安排了众多眼线，让他发现了我夫君收留了明宪的从兽，竟用此事来污蔑我们。幸好公主你有所决断，否则这脏水是洗不清了。是吗？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后悔，当时就该让韩风君把你带走，永绝后患。公主应该也清楚，韩风君之所以拿我发难，是以为我是季贤君的弱点。但是公主放心，你看这事闹这么大，都能妥善收场，想来日后也不会有人敢拿此事做文章。所以我的存在不是麻烦，公主留我，反而更能让季仙君将来为极心渊尽力。你倒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蠢。公主能稳坐寿华潘宫尊者之位，想必也不全然如旁人所说。旁人所说？说什么？善良天真，胸无城府。放肆！你竟然……能让外人这样说，倒也是不错。其实明义是明宪这件事，实属荒唐，叔父也是全然不信的，只不过是找了个理由过来发难罢了。但此事闹得如此大，寿华判宫上下都看着，明宪这从手不能留了。留着呗，我先养着。我是想着有朝一日，若是明宪回来了，我好拿他祭旗。不知这个说法，公主可否安抚寿华判宫上下了？好，但季伯载，在外人眼中，你始终是本公主的人，所以以后遇事，你必须得先跟本公主商量。当然。公主，
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公主想要见你，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你是想通过公主提醒我，眼下我们还在一条船上。我是想到了公主迟早要见你我，但我没有引她做此事，没有这个必要。那先前我将你遣送回花月夜，你前脚刚走，言霄后脚就到了，这也是偶然。对不起，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住，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请你与我联手。你很聪明，但明义想与我联手，仅凭聪明远远不够，得看你的本事和诚意。好，想要铲除未经炼化的妖兽，需要用化妖之术。此术需要以自身做化妖之顶，将妖兽的妖元纳入，用自体汲取，再进行炼化。但此术也有伤害灵脉的风险。若季仙君愿意与我联手，民意甘做花瑶之顶，替仙君担负一切。你起来。我们约法3章：一，在无归海期间，你不能联系任何外境之人。2，无论何时，只要我对你有召唤，你都要出现。3，你只需要告诉我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其余的轮不到你插手。好。先前我与穆启柏明里暗里作对，此次他用计不成，一定会再次周密设计，想要找到他豢养妖兽的证据，并不容易。但那只猫去过龙里潭，懂。他之前总想塞人进我们无归海，那我们也得好好查查他的龙里潭。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我会好好想想的，包仙君满意。